朋友们，我是蔡志林，在会计跟税务这个领域，我一路走来已经30多年了。这30多年，我就像是坐在金融世界的观众席第一排，看遍了无数家庭的财富故事，有温暖的，当然也有非常多让人扼腕叹息的，特别是我们上一辈的叔叔阿姨，辛辛苦苦一辈子，像燕子筑巢一样，一粒沙，一根草地，把自己的养老本存下来，结果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他们认为再普通不过的领钱动作，却引来了国税局的关注，账户被银行标记，甚至最后还要补缴一大笔税款跟罚金。这些都不是故事，而是每一天都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真实案例。所以今天我要用一个非常严肃但也非常务实的心情，来跟各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们聊一件从今年12月开始，大家务必要打起12分精神注意的事情，那就是只要你从银行领钱超过某个数字，或者你用错了方法去转账、去提款，你的账户就非常有可能被国税局那双看不见的眼睛给盯上。这绝对不是我在这里夸大其词、制造恐慌，这是我们整个会计界、金融圈，甚至很多在银行内部工作的好朋友都在密切讨论、严肃以对的最新变化。我知道这时候屏幕前一定有很多朋友心里在想，志林老师，我一不偷二不抢，我的钱都是我一分一毫辛苦赚来的血汗钱、退休金，我为什么要怕国税局？我自己的钱我还不能自由使用吗？这句话30年来我听过不下上千遍，我内心完全理解，也100%认同。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这里，我们现在的金融监管环境早就已经不是在看你是不是好人了，而是在用一套冷酷的标准判断你的交易行为看起来像不像坏人做的事。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人工翻账本、抽查的年代，而是一套全年无休、不知疲倦，而且越来越聪明的 AI 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在后台默默地分析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资金流水。这套系统它可怕在哪里？它会学习，它有记忆，它会根据你过去5年、10年甚至更久以来的提款习惯、存款节奏，帮你建立起一个独一无二的金融行为指纹。一旦你某一天突然做了一个动作，跟这个长期建立的指纹对不上，系统就会立刻叮一声亮起红灯，自动把你放到需要特别留意的观察名单里。而且从今年12月开始，我们台湾为了跟国际上的反洗钱、反资恐标准更紧密的接轨，这套监控系统会织得更加严密，反应的速度也会比从前更快，几乎是实时预警。你可能完全感觉不到，当你走进银行，临柜说要提领一笔比较大额的现金时，行员在帮你敲键盘办手续的同时，他后台的电脑系统其实已经自动生成一份通报，直接传送到法务部调查局下面的金融情报中心了。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数字，叫做50万。没错，根据洗钱防治法的规定，只要你在任何一家银行进行单笔的现金交易，不管是存、是提还是换外币，只要达到新台币50万元以上，银行依法就必须向这个情报中心进行通报。但是大家一定要把观念搞清楚，这个通报仅仅是一个动作，就好比你进到一个管理严格的大楼，警卫按照规矩在你进门的时候登记了一下你的名字和来访时间，这并不代表你这个访客就是坏人，就是小偷。真正会让你后续惹上麻烦的，不是你被通报了这一次，而是你一连串的交易模式在 AI 系统眼里看起来怪怪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位已经退休的张伯伯，他过去10几年来都非常规律，每个月的15号雷打不动的到巷口的银行提领3万块钱，当做这个月的生活费跟买菜钱。这个稳定的模式 AI 系统记得一清二楚。结果这个月张伯伯因为想帮儿子付房子的装修头期款，需要一笔现金，他连续3天每天都到银行领49万。他心里还盘算着，我真聪明，一次都没超过50万，不用被通报。但他这个行为在 AI 系统的逻辑里，就像一个每天准时晚上9点睡觉、作息规律的老人家，突然连续3天半夜跑进跑出，行色匆匆，小区的管理员看到，能不立刻提高警觉吗？所以啊，真正的重点往往不是金额太大，而是你的行为跟你自己平常的样子太不一样了。接下来我要特别花一些时间跟各位聊聊3种非常常见
但也因此非常容易被国税局那套系统给盯上的提款或者转账行为，这些都是我这30年来亲眼所见、亲手帮忙处理的真实案例。听完之后，你们就会明白，很多时候你真的没做任何坏事，只是你的动作不小心长得太像坏人在做的事情，系统一比对就把你给筛选出来了。我们只有先了解这场游戏的规则，才知道怎么安全的在场子里玩，保护好自己攒了一辈子的积蓄。第一种，我把它叫做太有规律的拆单提领。我来分享一个来自高雄的陈伯伯的真实故事。陈伯伯快80岁了，是个非常谨慎的老实人，辛苦存了一笔养老钱。最近老家要翻修，工头师傅坚持要收现金，总共需要180万。陈伯伯很担心一次领180万太招摇，他就自己想了一个他觉得万无一失的完美计划。他把这180万拆成4次，每个星期五的下午2点，他准时到同一家分行的同一个柜台窗口，每次领45万整，时间、地点、金额精准的像火车时刻表。他还很高兴地跟我说，蔡老师，你看我这样安排是不是很周全？一次不到50万，分4次拿，银行应该不会觉得有问题吧？结果呢，就在他第4次领完钱，回家路上还没走到家，他就接到了往来银行的关切电话。没过几天，国税局的询问函也寄来了，连当时帮他办理的行员都被要求写详细的内部报告，说明当时客户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情况呢？原因就在于现在这些先进的监控系统最会抓也最警惕的就是这种高度规律性。在 AI 的判定逻辑里，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金额，尤其是刻意压在通报门槛边缘的连续交易，会被标记为结构化行为，也就是我们行内人常说的拆单洗钱的典型特征。系统会认为你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化整为零，刻意去规避那个50万的法定通报门槛，所以这种模式反而会被系统优先标注出来，并且打上高分数的可疑标签，交给后面的人工审核员来进一步核查。讲得白话一点，就是你越觉得自己计划周详、天衣无缝，在系统的眼里，你就越像是在刻意的、有组织的闪躲监控，你的嫌疑反而越大。那如果真的像陈伯伯这样，遇到需要一大笔现金，不得不分次提领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在实际操作上，我给大家几个贴心的小提醒。如果你确实需要分多次领出现金，最好不要再排一个像课表一样的固定行程，今天早上领，下一次就试试看下午去，或者间隔时间拉长一点，不要每周固定同一天，金额也可以稍微有些变化，这次领46万，下次领44万，不要每次都精准的压在45万或49万这种敏感数字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法，就是在你要进行第一次大额提领之前，不妨主动出击，先跟你常往来的银行理财专员或者相熟的柜台主管打声招呼，简单说明一下你这笔钱的用途。比如说，王专员你好，我最近家里要装修，师傅需要收现金，我可能会分几期来领，先跟你报备一下，并且可以客气的请行员在帮你办理的时候，在交易记录的备注栏里把这个用途简要的写上去。或者我更加推荐的方法是，干脆就不要跟对方约定收现金，直接商量能不能用约定账户转账、开立银行支票或者是汇款的方式来支付。这些非现金的工具本身就留下了非常完整、清晰的交易轨迹，对方是哪家公司、哪个人一清二楚。对 AI 系统来说，它一看就知道这笔钱是有明确、正当去向的，被标记为可疑的几率自然就会大大降低。第二种很容易踩到的陷阱，就是很多人以为我把钱分散存在不同的银行，然后分别去领，你们总抓不到我了吧？我有一位客户，他就认为这个办法很高明，他把350万分别存在5家不同的银行，然后规划好每一家去领个48万或49万，心想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结果没想到他反而因此被系统标记为高风险客户，后续所有交易都被加强审查。这个错误的观念在很多朋友之间流传，大家总以为每家银行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在 A 银行做的事 B 银行根本不会知道。但事实的真相是，我们台湾现在的金融监控体系
早就已经做到了跨银行的资料串联与整合。金融情报中心那个强大的系统，可以轻松的把你在 A 银行、B 银行、C 银行，甚至证券户、保险户的所有交易记录，通过你的身份资料串在一起，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你这种分批分点，甚至找不同家人去不同银行领钱的行为，在系统的逻辑里，就是一种高度疑似在规避监管的刻意行为。AI 在做综合分析的时候，这种跨行拆分的模式会让你的风险分数瞬间提高很多，比在同一家银行规律提领还要可疑。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用力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再以为把钱分散到不同银行就能安全过关了。如果你确实因为有特殊需要，必须从好几家银行调动资金，比如说你要凑齐买房子的头期款，那么请你务必要准备好清晰、合理，而且有文件可以佐证的说明，把购屋契约书、斡旋金收据带在身边。如果是支付重大的医疗费用，就把医院的正式估价单或缴费通知准备好，并且在每一次进行转账或提领的时候，都在备注栏里清清楚楚地写上这笔钱的用途，比如支付 XX 花园大厦购屋头期款部分。这样一来，后续任何进行人工审查的专员，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笔正当无疑的正常交易，所有的疑虑自然就烟消云散了。最后，我要谈得的3种情况，也是最让人感到心酸，最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在至亲家人之间的，就是利用家人账户转来转去，以为绕一圈就没事。我处理过太多这样的案例，爸爸妈妈为了帮忙儿女，想把钱给出去，又怕直接给会出问题，于是就设计了一个自己以为很巧妙的迂回路线。比方说，爸爸想给儿子100万，让他创业，又担心直接汇到儿子账户会被当成赠与课税，于是他就先把这100万转给自己的太太，再由太太在几天后分批转给儿子。他心里想，这样一转，金流的源头就断掉了，国税局应该就查不到最初是他给的钱了吧。非常可惜的是，现在税务单位用的那种复杂演算法，它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找出这种刻意绕圈的资金移动模式，系统会自动把这些关联账户、夫妻、父母子女之间的异常大额流动标记为潜在赠与或者是其他可疑的资金挪移。更糟糕的是，如果当年度你通过这种方式给出去的总金额超过了法定的赠与税免税额，目前我们台湾的规定是每个人每年有244万的免税额，而你却没有事先去做申报或者做适当的税务规划，那么等到国税局通过系统发现找上门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依法要求你补缴赠与税，再加上可能的罚款，那个数字加起来可能会让你心疼到睡不着觉。我就曾经遇到过一位令人非常心疼的阿公，他纯粹是一片疼爱之心，想在生前把自己存的一笔钱分给孙子们当教育基金，结果他在半年内频繁地用提领现金或者用网络银行小额转账的方式分给不同的孙子，觉得这样很隐蔽，最后被国税局核定，连补税带罚款，一共缴了超过70万。那一笔他原本想要帮助孩子们表达心意与祝福的钱，反而有将近1/3被税务给吃掉了，想起来就让人觉得非常不值，也非常遗憾。所以关于家人之间的大额资金移动，我一定要用最郑重、最严肃的态度提醒各位，一定要格外的谨慎。如果父母确实想要赠与钱财给子女，最安全、最稳妥的方式，就是事先咨询专业的会计师或者税务规划师，看看是不是可以用分年赠与的方式，在每年244万免税额度的保护下，安全的把钱给出去，或者透过正式的转账，并且保留好所有必要的证明文件，例如一份简单的赠与契约，写明资金用途的说明，甚至是收受款项的子女所签立的收据。这些白纸黑字的证明，都比事后你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口舌去向国税局解释要来的安全可靠太多了。接下来，我想花一点时间，把国税局那边筛选可疑交易的整个流程跟大家说得更清楚、更透彻一点，这样大家就能彻底明白，为什么一些自己觉得没什么的小动作会被系统放大检视。这个检视的流程其实可以很清楚地分成3个步骤。我先用比喻来说，就像是工厂的品管流程，先把所有原料倒进去，然后用筛网把有问题的挑出来，
最后再由老师傅来鉴定这到底是不是瑕疵品。第一步就是银行的例行性通报，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任何单笔现金交易达到50万的门槛，银行依法就必须在系统中向金融情报中心进行通报，这几乎是一个全自动的流程。行员在输入交易资料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判断并完成通报的动作。请大家再次记住，这个通报只是一个资料报送的动作，它本身并不代表你这个账户或这笔交易就已经出问题了，它只是进入了被分析的池子里。第二步就是最关键的 AI 人工智能分析。金融情报中心每天会接收到来自全台湾所有银行送来的海量通报资料，然后他们会使用设定好的各种演算法去比对每一个被通报人的金融行为习惯。比如说，一个常年只领固定退休金的人，突然在短时间内出现密集且大额的提款，或者一笔钱在几个看似不相关的家人账户之间快速的流进流出，或者出现一些与这个人年龄、职业背景完全不吻合的频繁的跨境汇款，这些不符合个人日常金融习惯的异常模式，都会被 AI 系统标上异常的标签，并计算出一个风险分数。AI 最大的优势就是处理速度极快，能在瞬间分析完我们人类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完的资料，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毫无人性，没有同理心，它只会冰冷地比对数字和模式，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它逻辑库里的常规，它就会毫不犹豫地亮起警示的旗子。它不会理解你是因为儿子要结婚、房子要装修这些人间烟火事。第三步，也就是最后一步，就是人工的追踪与审查。所有被 AI 标记为高风险的异常案件，并不会马上就被定罪，他们会被送到专责的审查人员那里进行人工检视。这些专员可能会发函给银行，要求补充这笔交易的更多信息，比如当时客户有没有口头说明用途，行员有没有做备注，客户当时的表情态度如何，或者甚至会直接发函请当事人亲自来书面或当面说明情况。如果到了这个阶段，你仍然无法提供合理说明，或者说法前后矛盾，那么这个案件才有可能被移交给国税局的稽查单位，甚至是检调单位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到了这一步，就牵涉到法律层面的认定了，比如是不是涉及到了逃漏税、洗钱，或者是赠与却没有申报等等。所以经过我这么一解释，大家应该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以为只要我每次都不超过50万就绝对安全，这个想法是错的。真正的风险从来就不是单单由那个50万的金额来决定的，最关键的核心其实是3个词：合理性、一贯性与可解释性。只要你的每一笔大额交易都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跟你过去10年、20年的金融模式是连贯的，并且你随时都能拿出白纸黑字的文件来证明这一切，那么你要被列为高风险名单的几率真的是微乎其微。根据我30年的实务经验，我为大家整理了4个非常实用的保命策略，这些都是经过无数案例验证最有效果的方法。第一招，我要请大家尽可能的善用转账汇款取代提取现金。我再举个例子，住在桃园的李妈妈，她儿子在南部读大学，她每个月都要给儿子2万5的生活费。过去10几年，她都是每个月1号去银行领现金出来，再用邮局寄现代给儿子。结果就因为这样，每个月固定领2万5，反而被银行的防诈骗系统标记。客服人员特地打电话来，很关切地问他：阿姨，您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怎么每个月固定领这笔钱？有没有人跟您要钱？把李妈妈吓了一大跳。后来我建议她直接到银行设定一个定期定额的约定转账，每个月1号，系统就会自动从她的账户转2万5到儿子的账户。而且在备注栏里清清楚楚地写上每月生活费母，这样一来，每一笔转账都有记录，用途也明明白白，系统 AI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持续了数十年的正常的家庭内部资源转移。从那天之后，李妈妈就再也没有接过任何让人心惊的关切电话了。第二招是我千叮万嘱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的，转账的时候备注栏绝对不要留白。我见过太多人在转钱给家人、朋友，甚至是公司货款的时候，备注栏都是空的，觉得不好意思写，或者觉得写上去很见外，这是大错特错的观念。
你简单写上几个字，比如113年12月家庭聚餐餐费支付 XX 水电工程第3期款，妈妈生日礼物金，借款与小弟购车之用，预计 XX 年归还。这些简单的备注就像是给你的这笔钱贴上了一张安全合法的身份证，未来万一真的有税务单位或银行来查询，他们看到备注栏的第一眼，80%的疑虑通常就直接消除了，这能为你省下无数解释的口水、时间和精神焦虑。第3招，对于家庭成员之间财务往来比较复杂的，我强烈建议可以考虑开立一个家庭共同账户。很多家庭的财务是混在一起的，爸爸妈妈、儿子女儿彼此之间经常因为带电费用、共同开销而转来转去，金额一多，时间一长，就很容易被国税局的系统误认为是一种赠与或不明资金往来。最好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和你的配偶或者已成年的有财务往来的子女一起去银行开立一个联名的共同账户。这个账户专门用来支付整个家庭的公共开销，比如每个月大家固定存一笔钱进去，用来支付水费、电费、瓦斯费、大楼管理费，甚至是每年的家庭旅游基金、年夜饭基金。这样所有相关的金流都在这个共同的池子里进出，透明又清楚， AI 系统看了也明白，这就是一个正常家庭的共同财务管理模式，不仅能有效避免被税务单位误会，还能让整个家庭的财务规划变得更加清晰、更有纪律，减少家人之间为了钱该谁出而产生的摩擦。第4招，也是最后一道坚固的防线，就是任何大额资金的移动，之前之后，所有相关的证明文件一定要完整的保留下来。我再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新北有一位周先生，他从自己的账户转了80万给他的姐姐，因为姐姐急着一笔钱做手术，结果不久后他就接到往来银行的电话，委婉地询问这笔转账的用途。周先生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早就准备好了他姐姐的诊断证明书、手术预约单，以及姐姐写给他的一份简单的借款说明。他把这些文件的影本提供给银行，大概3天后，银行就回电告诉他，资料已被查，没有问题。所以请大家记得，当你预计要提领或转账超过30万、50万这种比较大额的现金时，在你走进银行或者按下网络银行确认键之前，请你一定要在心里先问自己一句，如果等一下有人问我这笔钱要做什么用，我拿得出白纸黑字的证明吗？无论是装修师傅开的报价单、买车的订单契约、医院的缴费通知单，甚至是子孙的喜帖、学校的注册单，只要能清楚说明这笔钱用途的文件，都把它整理好、复印好、保存好。有文件就有证据，有证据，你手上就有了最坚固的盾牌，可以安心面对任何询问。朋友们，如果今天志霖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那么一点点让你觉得原来里面有这么多学问，我真的要小心注意了，请你一定要帮我们健康之道按个赞，并且在影片下面的留言区打上888，给我们一个鼓励。这个按赞和留言不只是对我们这个频道的支持，更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提醒，提醒自己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懂理财、懂法规，更能守护好自己一生财富的智慧之人。也恳请你顺手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族群组，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特别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叔叔伯伯、阿姨、婶婶，让他们也知道，钱不是不能领、不能给，而是要懂得用聪明、安全、合法的方式去规划。最后，蔡志霖在这里衷心祝愿每一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钱财平安，退休生活无忧无虑，身体永远健康，人生的智慧源源不绝。我是蔡志霖，我们下次在健康之道再见。